今天呢，加拿大的总人口正式突破了4000万。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这个人口里程碑对于加拿大来说很重要。为什么枫叶国要在世界范围内疯狂抢人，以及同为移民国家，为什么美国和澳洲都没有加拿大这么疯狂？请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谢谢。我们先来看看几个数字。最近这20年以来呢，加拿大一直是 G7几个国家当中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增长率达到了2.7%。仅在过去1年，加拿大新增人口数量就超过100万，而这其中呢，新移民占比超过95%。如果能够保持这种趋势的话呢，到2043年的时候，加拿大全国总人口就会超过5000万，到2100年，加拿大总人口数量就会达到1个亿。4000万的人口数量已经不少了，还要把人口猛增到1个亿。在当前世界各国生育率都普遍低迷的情况下，加拿大为什么要如此疯狂、如此激进？为什么要在全球范围内疯狂地抢夺人口呢？我们只需要把地图打开来看一看，就很清晰明了了。现在加拿大的一半人口呢，其实就聚集在这个小小的马蹄形这个区域里面。全国所有的人口几乎都沿着美加边境线在分布，而这条线以北广袤无垠的国土上，因为气候严寒，基本上都是无人区。但最近这些年，气候变化导致全球变暖，情况完全不同了。气候变化呢，将在全球范围内重塑地缘政治格局，并对很多国家产生比较严重和破坏性的影响。但一些纬度比较高的国家，比如说加拿大啊、俄罗斯啊，或者是北欧的几个发达国家呢，就会是全球变暖的受益方。具体来说呢，我们加拿大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重大利好。首先，我们先来聊一聊北极。气温升高会导致北极圈的冰雪消融，开辟出2条新的航道，东北水道和西北水道。以加拿大一侧的西北水道为例，这是一条穿越加拿大北极群岛，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新航线。而相比较起通过巴拿马运河或者是通过好望角的传统的海运航线来说呢，西北航道可以缩短航程至少9000公里，甚至可能会更多。这会非常显著地减少航运的时间和成本，重塑全球贸易网络。以中国上海到纽约的这个海运航线为例，走西北航道可以节省20%的路程，少用1个礼拜的时间。传统的霸权国家，比如说英法，他们曾经依靠苏伊士运河来控制连接欧亚大陆的最短航线。美国呢，也是依靠巴拿马运河来控制连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最短航线。在气候变暖、北极通航的将来呢，控制西北和东北2条航道，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军事价值。谁控制了这2条航线，谁就拥有了巨大的权力。西北航道目前在美加的控制之下，而东北航道则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所以对于加拿大来说，西北水路的开通会非常显著地提升这个原本与世无争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原本没有什么存在感的这个国家，也会变成北极争夺的重要参与方。比如说呢，加拿大其实就已经宣布西北航道是属于加拿大的国内航线，任何进出的船只都需要获得批准等等。而对于俄罗斯，您别看它现在在乌克兰泥足深陷，其实他们只要能够熬过这段时间，只要能够撑下去，将来受益于气候变暖的话，北极熊依然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霸权。所以您可以看到，现在美国、加拿大和北欧一圈的这些国家，他们都在踊跃出钱出物，积极的援助乌克兰。为什么？趁着这个俄罗斯自作孽不可活，入侵失败，让人看穿了底裤，他们也可以让乌克兰帮忙出人，痛揍一顿，好好的利用一下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削弱俄罗斯的实力。因为现在揍得越狠，将来这些国家在北极领土和资源争端问题上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获胜的机会就会更大。
其次呢是资源方面，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个西北航道以外呢，其实北极地区还拥有极其丰富的未曾开发过的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等等。冰川融化不仅仅使得北极的这些资源可以被开采，气温升高也意味着原本位于加拿大北部永久冻土带的大量的这个石油，比如说油砂呀跟矿产的资源，也可以从此被开采。此外呢，在全球变暖的将来，淡水资源会是各国争夺的焦点，而本来就拥有全球最高淡水储量，本来就有各种丰富资源的加拿大，会因为气候变化得到更多，真的是躺着都会赢。再次呢，就是农业，随着气温升高，农作物的生长季节在加拿大会被延长。加拿大北部以前不可以耕种的一些土地会变得适宜耕种，草原3省会增加大量的可耕种面积，这意味着说，本来就已经是全球重要的产粮国，加拿大从此会变成世界上最重要的食品供应国。还有就是，其实气候变化导致全球变暖，会产生更多的宜居带，也会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更长的夏天意味着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前往加拿大享受广袤无际的国家公园，而温暖的冬天也有助于枫叶国降低供暖能源成本。所以呢，综上所述，其实我们会发现，气候变化会给加拿大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为家村开拓大量的宜居和适宜耕种的土地。加拿大需要招募更多的人来一路向北，去拓殖，去垦荒，去开拓新的疆域，去开拓新的机会。所以我们看看新移民的这个人口构成，就非常能够说明问题。56%的移民是技术移民，有近1/5是印度人，其次是菲律宾人和中国人。绝大多数移民都位于25岁到54岁这个核心工作年龄段，都是当打之年。而北极冰雪消融开辟出来的西北航线，有机会让枫叶国从此一跃成为世界强权。我们来看一看世界上最重要的几个国家，就会发现世界强国的这个标准配置人口数量应该至少要在5000万以上会比较合适。而对于加拿大来说呢，考虑到气候升高带来的这个福报，哪怕是容纳1亿人口，其实也会比较轻松，压力不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加拿大要在全球范围内疯狂抢人的原因。同样都是主要的移民国家，美加澳新4国当中，我们姑且把新西兰放在一边，因为它体量实在是很小。那为什么美国和澳洲都没有采取这么激进的移民政策来抢人呢？美加澳3国当中，其实加拿大和澳洲呢都是使用基于积分的这个移民系统，优先考虑的是可以为该国经济做出贡献的技术类移民，而美国呢主要采用的是以家庭为基础的这个移民制度，优先考虑是在该国有密切家庭联系的个人，只有一小部分的美国签证会留给那些以就业为基础的移民，所以这是3国移民政策最本质的不同。3个国家当中，美国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地国家。高端的人才和底层的民众，合法或者不合法的移民，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源源不断地想尽各种办法，各显神通去寻找他们的美国梦。美国，尤其是阿拉斯加州，很大程度上他们也会受惠于气候变化，但美国从来都不需要去抢人，都是人家抢破了头挤着要进美国。就连在美国身边的加拿大，每一年也会因为美国的这个虹吸效应流失很多的人才。澳洲的情况与加拿大不太一样。第一呢，相对而言，澳洲国内对于新移民的欢迎程度要差一些，种族歧视的程度会更严重一些。第二呢，全球变暖，气温升高，会让澳洲目前干旱缺水的这么一个状况进一步恶化。也因为干旱缺水，澳洲大陆腹地都是沙漠。所以其实澳大利亚对人口承载的数量是有限的。第三呢，同样受益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虽然从理论上来讲，近水楼台先得月，澳洲其实是有机会抢占南极洲，
或者南极洲周边地区的一些资源。但国际法其实规定了南极洲是全人类的共享领土，所以呢，气候变化并不会给澳洲增加更多的宜居土地。事实上呢，澳洲也没有什么野心，这些年其实一直是在悄咪咪的闷声不响发大财。所以这些因素呢，也都决定了澳洲不会也不可能像加拿大一样采取那么激进、那么疯狂的移民政策。我们来设想一个最极端的情况，将来如果气候变化的情况恶化，全球其他地区因为粮食和水资源短缺而烽烟四起，气候难民大潮涌动，搅得这个欧亚大陆都不得安宁的时候呢，因为三面环海，背靠美国，加拿大到时候依然会是一片难得的绿洲。枫叶国虽然潜力大到可以容纳足够多的人口，但一旦民众对于移民的这个观感和态度发生转变，国家的移民政策还是随时都可能会发生逆转的。所以，如果您所在的地区有机会将来会受到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负面影响波及的话，最好您还是及早规划。我们再把脑洞开大一点，在全球温室效应导致气温急剧升高的极端恶劣情况下，如果美国南部的几个州变得不适宜人类居住的话，美国极有可能把这个重心北移，甚至逐渐吞并加拿大，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是美加合并。这并不是什么很难想象的事情，毕竟呢，美加两国一体化的程度其实相当的高。到时候呢，除了可以解决加拿大的人口问题，美国也可以由此占据北极战略圈的制高点，继续躺赢好几个世纪。不过话又说回来呢，美国跟加拿大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不同于美国的这个民族大熔炉政策，马赛克式的这个多元文化主义是加拿大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呢，也同时反映在加拿大的移民政策上面。尽管有1/4的国民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背景，但所有的加拿大公民呢，也都秉承着接纳和宽容这个共同的价值观。关于加拿大人的这个民族认同感呢，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加拿大人出生在世界各地，他们只是需要花点时间才能聚到这里。感谢您观看我的视频，请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